800米的助跑，为了要摸到更高的树梢。吃饭来不及好好嚼，唱歌跑调的话，吹口哨也好不了。把尾巴翘老高，遇到了烦恼随手抛，黑历史早晚会变成笑料。就算内心再煎熬，外表也要桀骜。永远相信，无论何时，总会有路可逃。水深一角，就有时好汉一条。你要知道我很重要，战袍迎风飘，剑气里带刀，江湖里暗传我名号。打起架，缺了我你赢不了。你一定知道我很重要，愿陪你闯荒岛，为你藏马脚，背对背也可以传信号，绝地让你先出招。岁月燃烧，山水妖娆，当暮色到，当人变老，等细雨飘，在一起跳个水坑跺跺脚。顺妹之后，如果再做出这种不自量力的事，你们作为他的朋友，要劝劝他。一定，一定。他不听话，我就替你撅断他的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俩见到他怎么还是这么怂？她是我此生唯一怕的女人，甚至让我对女性产生了恐惧。小时候，我跟辛吉柳去你家找你一起练笛子，练得正难过，你二姐突然冲出来，把我的笛子都撅断了。那时我才7岁，还是个孩子。当时我们练的是塞外牧歌，她出来的时候，我正吹到第2章第4节。那天，我穿的青色靴子，白色短袍。那天中午，我吃的是莲子羹，配的是绿豆糕。有件事，这么多年一直没跟你们讲过。那天你二姐撅断我笛子的时候，其实我有一种解脱感。之后回到家中，我佯装难过和自暴自弃，把学不好笛子的责任名正言顺地扣在了你二姐的头上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对你二姐一直念念不忘，因为那天的场景给我带来一种残酷的美感。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子从内堂冲出来，二话不说夺走了我的小笛子，一把撅断。她是我的血色旁伴。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女魔头的打击，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是暮云城最伟大的3个笛子演奏家。面对一下现实吧。现实就是，今天我们要组一个乐班，成名曲将是《塞外牧歌》。我们要向全城的男人和女人们，还有记明星证明，我们是极具艺术天分的。我们有选择权利吗？有，不足。很明显，不是让你选择组和不组。挂兵器和组乐班？对。组乐班，那得找个僻静点的地方先练起来。孟老板觉得怎么样？巧夺天工，匠心独运，鬼斧神工，美轮美奂，精雕细刻，独树一帜。好，今天收工。哎，老板，我还干呢，我们还干得动。我收不动了。
那我们上色了。有那么急吗？你们还原自己门派的心情，我很理解。我不理解。你们就算把他们打造的一模一样，他也不是你们的门派，这里也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，你们何必？算了，咱今天就先到这儿吧。武之啊，歇着呢。在反思，能帮掌柜的一个忙吗？抽不开身。你现在不是没事儿吗？在反思。当思绪进入瓶颈时，你应该换换脑子，没准会有新的灵感。也对。我一会儿要出去一趟，你也去我那溜达一趟，顺便帮我把墙摆好。不是要给我钱去赌场吗？接着反思吧。哇！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出如此花里胡哨的大门？三希啊，你的才华真是我们无名百货的镇店之宝啊！我把迎宾间的那个墙也送给你发挥，好吗？这个机会错过了，可能会被我们其他的2个同事抢走了。你在秒数我吗？四方，活干得不错嘛。不去，我中午没吃饭，空腹呕吐对胃不好。你是不是有点嚣张啊？有你的强嚣张吗？有人说过你的话术很恶毒吗？有。也是个女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男人就直接动手了。你这样说话很不好，伤人伤己。以后记得话到嘴边留半句，知道吗？我们10天就回来，村长会照顾你的。小令狐记得要乖一些，不要惹村长生气，知道吗？那现在给我想个辙，处理一下那道墙，好不好？不。留半句。不。留后半句。好。需要我回来的时候给你带点吃的吗？你会回来？当然。我不信，但我可以给你画张图纸，要回来自己摆。妥。3、2、1，
开始。找到感觉了吗？有一点那味儿啊。我们定个时间吧。如果天亮之前还是没找到感觉，还是这个味儿，我们就放弃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干嘛呢？偷吃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下工了你不回城吗？我得在这盯着。你家这摊儿有什么可盯的？第3次了。你是不是针对我？是你在针对我吧？说你家菜难吃的肯定不止我一个。那其他人就只说1次就不说了。是因为他们吃了1次就不来了吧？你也可以不来呀。我有的选吗？别人也都觉得不好吃，但大家都能接受，只有你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伤害我。因为我很讨厌这个味道。但我很喜欢这个味道。糖在哪儿？自己进城买甘蔗去。我要饿死了。该。四方不知道去哪了，你帮我看一下我那个门。在反思。反思啥？太新了。哪儿？墙。做旧呗。怎么做？这样行吗？行。竹子也很奇怪。还好。但是和千剑宗不一样。不一样就不一样，元素一样就好。况且这只是一份工作，又不是你在建一个千剑宗。可我想让它变得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。有进步，不过浪带你的宫音吹得再准一点就好了。的确，而小明你的绝音有点飘。新街柳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刚才这段没有宫和绝这俩音。要不就是我们俩刚才不小心吹错了，吹出了宫音和绝音；要不就是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哪个是宫音和绝音。我觉得这两个要不是旗鼓相当的可悲。那我们再说准一点。请问准的标准是什么？廉耻心。哇。油开了。你觉得接下来是先放糖，还是先放盐，还是先放醋？你问我呢？不然问他们吗？你们谁想先走一步？亏你在这上天遁地的折腾半天，我还以为你是个神厨呢。
知道问你也是白问。等着就好了。都不翻一下锅吗？不翻，翻了会破坏它们浑然天成的味道。如果这锅东西同样不好吃，那你以后就再也不可以对我们家的菜挑3拣4。比你们家的菜还要难吃，是不可能的。有必要做的一模一样吗？有。像别人炫耀你门派漂亮吗？没办法炫耀，因为这个院子已经没了。他们攻山那天，院子失火，大家都在应战，没来得及扑救，被毁了。你不要再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做的这些，会让你想起你的门派，想起你的师傅，想起你的兄弟姐妹，然后想起你已经没有家了。这只会让你更加难受。不会，不会更加难受，因为我每天想起他们，都觉得撕心裂肺。那就更不应该去想。当一个人没有归属感的时候，就要活得没心没肺一些，就要学会孑然一身，就好像天地间你无所归属，你即是天地。可我有归属感啊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你没有吗？我不想有，我怕疼，而疼更不该是归属感。可它依然存在，即便它是疼。跟你聊天很奇特，虽然我很容易骗到你，但你却总能让我骗不了自己。你什么时候骗到过我了？知道为什么觉得竹子奇怪吗？关于我之前评价你酒楼菜品的那些话，我表示……是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先说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豆腐，味道有些奇特，但很好吃。你从小到大，不会只吃过你家的饭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也不是很难猜。可为什么你明明知道你家的菜那么难焖，没那么美味，却不换个厨子？
我母亲掌管这个酒楼的时候，菜就是这个味道。那时我们家疯人院可是木源城最大的情报中心，所以生意兴隆。可从我接管酒楼开始，很多东西都变了，没有人再来这里交流情报，生意便一落千丈。我试图维持，但徒劳无功。到最后，唯一能维持不变的，也就只剩下这些菜的口味了。我害怕，如果有一天，就连这口味都变了，那酒楼便只是个酒楼，不再是一个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。说这段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掩面哭泣？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们家的菜？小时候吃百家饭，因为寄人篱下，从来不敢吃吧。整个村子做的饭菜和你家那难吃味道一模一样。人家给你饭吃，你就应该感激人家，以及感激这种味道才对。我感激他们，也感激这个味道。只不过现在，这个味道会让我想起一些我不愿想起的事情。你发嗲的时候不觉得做作吗？你问这种问题的时候，不觉得自己很讨厌吗？你之所以觉得奇怪，是因为这片竹子茂密，却不茂盛。可现在反而看起来很稀疏。明年就好了。等明年新竹从根部长出来，枝叶散开又蓬松又紧凑，就是你脑海中的效果。多谢。那我们现在去你的那座大门看一看吧。不用了，想明白了。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。借过。仍然不是故意的。知道女生洗完头发再弄干有多麻烦吗？我向你道歉。
将慕云城的反抗势力驱逐出慕云城，包括那个女子。她的真实姓名叫莫如是，来自清净宗内门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坦然地面对我们没有这方面才华的事实。我在想，到底是我们3个主动从家里出来单干的，还是家里觉得我们实在没什么前途，用计谋驱逐我们，还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在自立门户？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。我们的确都是自己从家里出来，因为我们的观念和家里格格不入。那会不会不是我们吹得不好，只是我们的审美与这个世界的审美格格不入呢？没错，而这就是难听的定义。你们偶尔会想回家吗？抓紧时间回去摆墙吧。我们俩明天还要上班呢。量一下那把最短的刀和其他刀之间的缝隙是否一致。我们组个舞团吧。
老板，为什么最后主颜色定成紫色呀？这是我上面的主体颜色，想加上去。老板，您不是野路子吗？昨晚刚想起来，其实我有过门派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曾经告诉我如何舍弃归属感。水又喝光了，想必你又迷路了吧？没关系，他认识路。说吧，怎么走？2天前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说？现在说有个屁用啊！我们喂你水的时候，你怎么不主动说？你们灌完水还没等我咽下去，就要把我嘴堵上了。我说个瓢啊我！那你现在有没有办法？没有，一起死在这儿吧。张继文，加油！张继文最棒。不肯配合吗？你想不想回家？如果你带我们走出这片沙漠，我可以允许你在进牢房前回一次家。回到那个安全、舒适的、有骆驼奶、有亲人朋友的地方。醒来有人问候，睡前有人关心。总比渴死在这片沙漠里还无人问津的好吧？跟我走吧。你真有办法，可惜那时候没有体会到它有多疼。虽然我现在懂了，但却再也没有机会安慰他。当蜻蜓悬停在窗旁，要到来的会是阴雨还是艳阳？当稻草落入了手掌，谁该狂喜还是迎向最后的绝望？是谁先伸手抵出善良？不忍你对这世界太过失望。是谁用一腔赤诚抵挡飞短流长？回家乡时已是暮色苍苍。若明白生会前会孑然荒凉，会不会还有少年郎眸中带光，说要去闯荡？若一直酸甜苦辣终成茧，这世间百味还要不要去一一品尝？是谁怕回忆太漫长，穿林过巷只字不提过往？是谁以为终难挣脱这无法愈合的伤，转头却发现早已有伙伴在身旁？我曾孤立于人群熙熙攘攘，也被万家灯火灼伤过眼眶。可惜这世间隐藏的万般美好，许多事要同时过才能看得清本相。后来的我添了几分你的模样，
嬉笑怒骂，调侃人间无常，藏信仰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得一夜孤舟便可重新起航。新的你历经千帆，仍不失温暖，破浪而来，只为欢聚一场。